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小蔬果，很高兴又能在屏幕前和大家相聚。在这个时节，记忆的丝线不由自主地被牵扯回那些温暖的往昔。每当这时，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幅温馨的画面：一家人围坐在熊熊燃烧的火塘边，火焰欢快地跳跃着，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为寒冷的日子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大家一边惬意地烘着小手，感受着火塘传递出的阵阵暖意，一边眼巴巴地盯着火塘里那被烤得滋滋冒油、香气四溢的红薯。那香甜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让人垂涎欲滴。再配上那肥瘦相间、鲜嫩多汁的两斤肉，无需刻意去暖身，全身便已被这满满的幸福感所包围。相信有不少朋友和我一样，都是在这样充满烟火气的氛围中，伴着烤红薯的香甜滋味慢慢长大的农村娃。红薯这种看似平凡无奇的根茎类食物，实则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味道香甜可口，深受大众喜爱。无论是将它放在火塘边慢慢烘烤，直至表皮焦香，内里软糯，轻轻咬上一口，甜蜜的滋味瞬间在口腔中散开；还是把它放入蒸锅蒸熟后直接食用，品尝那原汁原味的甘甜；亦或是将其切成小块，与其他食材一同炒制，作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菜肴。红薯都能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我们的味蕾。今天就来给大家详细分享几个挑选红薯的实用小技巧。据说老菜农们都有个不传之秘，那就是要买公红薯。学会了这个方法，一眼就能辨别出优质红薯，实在是太实用了，大家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一探究竟吧。1. 细查红薯表面，拒绝瑕疵之选。不管我们面对的是何种品种的红薯，在挑选时，首要任务便是仔细观察它的表面状况。红薯生长在地下，无论是在沙地还是普通土地中，都需要农民伯伯们借助锄头或其他农用工具，小心翼翼地将其从土里挖掘出来。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操作时的各种不确定性，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红薯表面受到损伤。我们在挑选时一定要格外留意红薯表面是否存在大量虫孔，或者是否有已经腐烂的地方。如果发现红薯表面有这些瑕疵，那么这样的红薯就绝对不能购买。就拿我手中的这个红薯来说，它的损伤相对较小。昨天购买的时候，因为没有仔细查看，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个小瑕疵。要是当时发现了，我肯定不会选择它。像这种损伤较小的红薯，即便买回家，也需要立刻吃掉，因为它已经无法长时间保存了。别小看这一个小小的伤口，它就如同一个隐藏的定时炸弹，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蔓延，最终导致整根红薯被腐蚀。这是因为，一旦红薯表面受损，细菌就会趁虚而入，在红薯内部大量滋生繁衍。坏了的红薯可不只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其内部早已被细菌侵蚀的千疮百孔，甚至已经开始腐烂。食用这样的红薯，不仅无法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营养，反而会对健康造成危害，实在是得不偿失。2. 触摸表皮奥秘，沙地红薯为佳。在挑选红薯的过程中，除了仔细观察表面，用手去触摸红薯的表皮也是一个关键步骤。当我们用手触摸红薯表皮时，如果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表皮较为干燥，并且上面附着的泥土较少，甚至还能看到一些细细的沙粒，那么恭喜你，你很有可能发现了一个沙地红薯。沙地红薯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沙地的地质条件具有独特的优势。沙地较为松软干燥，透气性良好，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红薯的生长发育。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的红薯，无论是在营养成分的积累上，还是在口感的表现上，都更加出色。它们吸收了沙地中的丰富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口感香甜软糯，肉质细腻，让人回味无穷。相反，如果我们触摸到的红薯表皮比较湿润，甚至有粘手的感觉，并且在红薯表面可以明显看到有较多的泥土粘附，
那么这种红薯大概率是生长在普通泥土之中的。生长在泥土中的红薯，由于土壤环境的影响，其糖分流失相对较大，口感上就会显得比较差，甜味不足，质地也不够软糯。所以，为了能够品尝到更加美味的红薯，在挑选时，我们最好优先选择沙地红薯。3. 洞察品种差异，依需选择红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红薯的品种可谓丰富多样。除了常见的红薯，还有紫薯、白薯等不同种类。而在这些品种中，个头较大的红薯又主要分为白心红薯和黄心红薯。那么，当我们面对白瓤的红薯和黄瓤的红薯时，应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呢？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一般情况下，黄瓤的红薯所含的水分相对较多，而白瓤的红薯则淀粉含量更为丰富。我们都知道，红薯富含大量的膳食纤维，具有很好的通便作用。如果我们想要充分发挥红薯在这方面的功效，那么红心红薯无疑是最佳选择。相比之下，红心红薯在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方面的效果要远远优于白心红薯。这一点，相信平时经常食用红薯的朋友们都深有体会。除此之外，白心红薯和红心红薯在用途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白心红薯由于其淀粉含量高、口感软糯甘甜的特点，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各种红薯点心，比如我们日常所喝的红薯粥。使用白心红薯来熬制，煮出来的粥会更加香甜软糯，口感醇厚。而红心红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黄心红薯，由于其水分含量较高，甜度也相对较高，所以更适合用来烤制。大家平时在街边购买的烤红薯，基本上都是用红心红薯制作的。经过烤制的红心红薯，外皮焦香，内里软糯，还保留着一定的水分，吃起来香甜可口，让人欲罢不能。4. 识别公母红薯，探寻最佳口感。在挑选红薯时，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窍门，那就是区分红薯的公母。不管是黄心、白心还是紫心红薯，我们都应该尽量选择中间粗、两头尖的红薯。这种红薯被称为公红薯。公红薯在生长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吸收土壤中的养分，其营养积累更为丰富，口感也更加香甜可口。与之相对的是，那些外形比较圆润的红薯，则被称为母红薯。母红薯在口感上相对较差，而且与公红薯相比，它更难蒸熟。所以，在购买红薯时，我们要尽量挑选公红薯。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那些体型特别大的公红薯，我们也要谨慎选择。这样的红薯很有可能是菜农在种植过程中使用了过多的肥料，促使其快速生长而形成的。虽然它们看起来个头很大，但在口感和营养方面，并不一定比大小均匀的红薯更好。因此，我们在挑选红薯时，最好选择那些大小均匀、形状规则的公红薯，这样才能保证我们购买到的红薯既美味又营养。5. 清嗅红薯气味，远离变质风险。家里面有过种植红薯经历的朋友都知道，每到红薯收获的季节，为了延长红薯的保存时间，人们通常会将红薯放入地窖中进行储存。然而，随着储存时间的增长，红薯可能会出现腐烂的情况，从而散发出一股异味。这种异味非常明显，一旦闻到，就能立刻判断出红薯已经出现了问题。腐烂的红薯内部含有大量的毒素，食用这样的红薯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所以，在购买红薯时，我们一定要养成闻一闻红薯味道的好习惯。如果在闻的过程中发现红薯有异味，那就说明这个红薯已经开始腐烂变质，储存时间过长，已经不新鲜了。对于这样的红薯，我们千万不要购买，以免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潜在威胁。6. 掌握保存妙招，守护红薯新鲜。学会了挑选红薯的技巧，接下来我们还要了解如何正确保存红薯。
以免因保存不当导致红薯出现变质、腐烂或者发芽的情况。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实用的保存红薯的小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些纸巾，在包裹红薯时，不要吝啬纸巾的用量，要尽可能的将红薯完全包裹起来，确保没有任何一处裸露在外面。这是因为纸巾具有良好的吸水性，它可以吸收空气中的水分，从而防止空气中的水分影响到红薯，避免红薯受潮。然后将包裹好的红薯放入密封袋中，把密封袋口扎紧，尽量排出里面的空气。最后将密封袋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进行保存即可。使用这个方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红薯的新鲜度，使其长时间不会变质。好啦，今天关于挑选红薯的小技巧以及保存红薯的方法就全部分享给大家了。希望这些内容能够帮助到大家，让大家在购买和保存红薯时更加得心应手。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受益。同时，如果您有更多更实用的挑选红薯或者保存红薯的小技巧，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点击我的视频头像，还可以观看更多有趣又实用的生活技巧视频。我会每天为大家分享不同的精彩内容，记得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啦！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